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Katrina。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怎么样让你的中文口说更进步。因为我有些学生跟我反映说，他们很认真练习中文，可是每一次想要讲中文表达自己的时候，都觉得卡卡的。所以我的学生呢，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影片分享，在说中文的时候，怎么样训练自己不要卡卡的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听力很重要，你要仔细的去听母语人士的发音、语调、说话的节奏，尽量去模仿母语人士在说中文的时候的样子。那听力呢，对你的口说有非常大的影响。我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有分享过，那我在这里呢，想要再强调一次。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，特别是在说外语的时候，你不能只想到你自己，不顾虑别人的感受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只急着想要赶快讲中文，但是他并没有去想到别人听不听得懂他说的中文，或许是他的词汇用得很奇怪，他的发音跟声调别人听不懂。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他就尽量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会让沟通变得很困难，因为如果对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他很难跟你有一个好的沟通。你在讲话的时候，一定要尽量的去想到别人的感受，对方是不是听得懂你的发音、你的声调、你说的句子。第二个重点是，我觉得在说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有大量的听力输入，不管是你跟老师上课多听老师讲话，或者是多听一些 MP3 啊，还有一些播客、YouTube 看电影之类等等等的。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当你在选择你的听力教材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选择可理解性的输入。什么是可理解性的输入呢？就是你的内容对你来说不可以太难。我自己觉得理想的内容是70%、80%听得懂，然后呢20%、30%是有一点挑战，需要用上下文去理解的内容。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就是适合的可理解性输入的内容。你可以找你有兴趣的听力教材，有大量可理解性的输入以后，你才可以开始慢慢的准备你的输出，准备练习你的口说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模仿母语人士说中文。有一些老师会建议你用跟读法、影子跟读法、各种跟读法来模仿母语人士说话的样子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方法呢，是回音法。什么是回音法呢？回音法基本上来说有3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仔细听句子，仔细听母语人士说出来的话，然后呢，停一下，在你的脑子里面回音一次，就是你听一句中文，然后你的脑子回忆一次。第3个步骤呢，就是跟读，跟着说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你听一次句子，在脑子里面回忆一次，然后自己说出来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回音法。我自己以前在学习英文的时候，我常常用这个回音法来练习我的英文。我通常会找我最喜欢的美剧，然后把我最喜欢的影集里面其中一幕的几句话跟读练习。我会听一句，然后暂停，然后自己回想一次，然后再重复说出来。这个就是我以前练习英文的方式。你可以找任何一个短影片、电影、影集，任何一个你有兴趣喜欢的教材，然后一句一句的做回音法练习。然后句子的长短呢，就要根据你的能力。比方说，你没有办法一次跟读很长的句子，那你就把句子切成一段一段的，慢慢跟读。如果你今天是初学者，你就跟读最简单的片语。第4个练习口说的方法，我自己称之为
回音法的加强版。什么是回音法的加强版呢？就是我不仅会模仿听到的语音、听到的内容，我还会试着把它记下来。比方说呢，我练习一个句子用回音法之后呢，我会试着不听语音，不听音档，然后直接自己说出来。目的是不在用音档跟文字稿的情况之下，自己能够自然的说出来。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加强版，不只是模仿，而是能够自然的从你的嘴巴里面说出来。下一个是，当你在学习一个词汇的时候，不能只看它的翻译学习，你要看它的例句句子。比方说，你学这个生词见面，见面的英文翻译是 to meet， 但是你不可以说见面 to meet， 学完了就这样，不可以这样学习。你必须看它的例句，然后找出这个词汇的用法。比方说呢，这个词汇见面，它的例句是今天下午我要跟他见面。然后你在这个句子里面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线索，那就是见面这个词通常不会单独使用，它会用在一个片语里面。比方说跟谁谁谁见面，跟某人见面。常常我听到很多外国学生把见面这个词用错，很多我的外国学生都会说我见面他，这是一个错的句子。因为很多外国学生他在学中文生词的时候，只会看这个词的英文翻译，但是不会去看这个词汇的例句用法。当你在学习新的词汇，不管是什么语言都一样，你一定要跟着例句一起学，然后在例句里面找到这个词汇使用的诀窍，或者是使用的方式。在学习上，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重质不重量的人，我重视我学习的品质，我学的够不够好，而不是我学的够不够多。我可以学的少，但是我要学的够好，够扎实。下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就是多跟母语人士做朋友，跟他们聊天交流。有机会，如果你来台湾旅行，或者是去中国旅行，千万不要错过可以跟当地人交流聊天的机会。那现在网络其实也很发达，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找语言交换，跟他们练习口说。那如果真的不行，或者是觉得危险，想要用安全正确的方式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找一个专业的老师跟你练习说中文。像我自己的话呢，就有很多的中文小团班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个中文故事，练习口说。那有一些人说，如果我不跟人练习中文，我找 AI， 我跟他练习中文可以吗？答案是可以的，你可以不花钱找 AI 跟你练习中文。我自己也做过，我跟 AI 练习过英文，但是我觉得感觉还是差很多。因为 AI 呢，它会根据你的程度跟你聊天，或者是根据你的指令跟你聊天，所以没有那一种临场感。但是你跟真人或者是真的母语人士聊天的时候，你会得到一种 AI 不能给你的临场感。你不知道老师或者是你的朋友下一句会抛出什么问题给你，所以那种临场感、紧张的感觉是你跟 AI 练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得到的。所以我觉得跟 AI 练习口说可以，但是如果跟真人、真的母语人士练习口说中文，那会更好。最后一个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练习口语的方式，那就是自言自语你会觉得自言自语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自己还蛮享受这样的练习方式。有时候呢，我就会突然自己跟自己说话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在练习英文的时候，我真的会突然自己跟自己说话。比方说，我今天看了一部很好的电影，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我就会自言自语，跟自己分享这个电影的情节、故事内容，我的感受是什么，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。
或者是我会在脑子里面想象我前面有一个人，然后我就跟他聊天说话，什么主题都可以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这个感觉呢，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还蛮奇怪的，但是我自己是蛮享受这个方法的。而且跟你们说一个小秘密，我非常喜欢在厕所或者是浴室里面练习英文，自言自语。我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自言自语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浴室跟厕所讲话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回音，所以当我在自言自语练习英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同时听到自己讲话的声音，那个感觉就是还蛮有用的。我自己觉得就有一点像你一边洗澡一边唱歌的感觉，把自己关在厕所或者是关在浴室里面唱歌是一样的感觉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练习中文口说的话呢，我下面有一个我 WhatsApp 的连结。如果你是中级的学生，你想要参加我的中文故事课或者是中文绘画课的话呢，你可以在 WhatsApp 里面找到我。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再见，拜。